他上班要隨身帶着一管綠色調料，沒事就趕緊拿出了舔兩口，說這東西能讓自己變強壯，喝水也要擠上一管，搖一搖就變成了綠色的，接着一口悶了。吃飯時他只是在海苔上放了一勺這東西，朋友們卻都避之不及，都不想吃，那只好自己吃了。看起來呢非常美味，很快老板又端上來一碟，才知道這東西原來就是芥末。老板說現在只要看見他來店裡，就要提前準備芥末。說話間，他在生魚片上又放了滿滿一勺芥末，整個吞了下去，眼睛都沒眨一下，說完全沒有感覺。朋友覺得這可能是假芥末，決定嘗一下，這也沒什麼呀，然後就這樣了。喝湯的自然也少不了芥末，那小魏撓一下就上來了，米飯也要來上滿滿一管，再加點配菜，一份綠油油的芥末拌飯就做好了，吃的那叫一個乾淨，狗見了都流淚。再後來呢，他吃的越來越離譜，直接在生肉上面抹芥末，說口感就好像冰淇淋一樣。朋友聽說他喜歡吃生肉，還特意準備了生雞肉，大叔也不客氣，擠上芥末，直接送入口中。大叔該不會是有什麼大病吧？果然，醫生說他的嗅覺功能比普通人低 20%， 所以他對於辛辣不敏感，而且還發現他有嚴重的胃溃瘍，再吃下去的話，就只能準備吃血了。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。大姐是吃鯡魚罐頭長大的，什麼臭她就吃什麼。她嘗試過吃屎，但是不喜歡啊，因為不夠臭。臭豆腐只能算是小甜點，下水道的氣味对她來說那就是新鮮空氣。和朋友聚餐，朋友想要挑戰一下，夾起一塊鯡魚，剛放進嘴裡就止不住的嘔吐，她卻什麼都感覺不到。不一會兒，自己就幹完了一盤鯡魚。大姐現在最愛吃的卻是鰩魚，因為鰩魚比鯡魚還臭10倍。節目組邀請了幾位鰩魚愛好者來到鰩魚發酵車間，門一打開，一股比下水道還要臭100倍的味道襲來，怎麼給你形容呢？狗聞了都嫌臭，燻得眼睛都睜不開。其他人紛紛敗下陣來，大姐卻直接貼着鰩魚聞了起來，越聞越上頭，好想吃一口。不僅如此，大姐生活中也是處處重口味，做菜要加5勺鹽，半斤辣椒面，這樣吃起來才有滋有味。那她為什麼會這樣？她卻說其實自己聞不到任何氣味，冰箱裡的食物壞沒壞，自己也無法從氣味中分辨，只能嘗了才能確定是否過期。因為聞不到任何氣味，也讓她暴露在危險中，天然氣洩漏自己也毫無察覺，食物燒焦了也不知道。節目組帶她來醫院檢查，一番檢查過後，醫生說她的嗅覺功能已經完全喪失了，味覺也在退化，這種情況是沒辦法治療的。不過聞不到氣味並不完全是壞事，大姐是養老院護工，平時的工作就是幫老人換尿布之類的，因为聞不到氣味，所以工作起來很輕鬆，自己也很喜歡這份工作，把缺陷變成優勢，大姐還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。但是要說吃的奇葩，下面這個小伙表示不服，他一吃東西就會流淚，並不是辣哭的，就算吃米飯也會止不住的掉眼淚，而且只有左眼會流淚，吃飽以後就不會流淚了。而當他看電影被感動了，就換成右眼流淚了，兩隻眼睛分工明確，就很神奇。媽媽說他出生的時候就這樣，只有一隻眼睛流淚，還給節目組看了照片，但照片上明明2個眼睛都在流淚啊。媽媽說是因為他手裡還拿着零食呢，正好湊齊了一對。他說吃不同食物流淚的程度也不一樣，好吃的流淚多，口味一般的只會掉2滴意識一下，所以公司聚餐都會讓他先吃，看淚水大小判斷食物美味程度。妙啊，這種特殊技能對工作也有一些影響。他是一位歌手，在外演出化好妝後就不能吃東西了，調皮的同伴強塞給他一粒爆米花，沒一會兒眼淚就掉下來了。節目組帶他來醫院做了全面檢查，醫生說很可能是神經末梢問題，接着又對眼睛做了測試，醫生說這種病叫鱷魚的眼淚，是由於唾液神經和淚腺交織在了一起，吃東西流的淚應該是唾液，只是有點惡心而已，並不會對身體造成任何傷害。最後小哥也說不是什麼大病，我就放心了，以後準備去演戲，會把缺陷變成優勢，哭戲一定會演得很好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師。这是一種比鯡魚罐頭還要臭的食物，一般人聞一下就會吐，他們呢卻愛到不行，平時都捨不得吃，只有招待客人的時候才會拿出來。記者嘗了一口，反應非常真實。這種食物呢就是藍紋奶酪，藍紋奶酪。這家意大利工廠仍然使用古法制作，能動手的盡量手動完成。每天早上農場都會送來新鮮牛奶，一開始呢就要把凝乳酶和霉菌加入牛奶中，大約20分鐘內牛奶就會變成凝乳，看起來呢像一個巨大的豆腐腦。工人用特制的工具把它分割成小塊，接着呢把這些切好的小塊裝進圓形模具中，每個桶上都有編號，這相當於它的身份證號。接着把模具放置在溫暖潮濕的環境中，每個模具每天都要來回翻轉4次，來幫助凝乳沉澱。靜置1夜後，奶酪成型，開始醃製。機器會在奶酪表面均勻撒上一層鹽，隨後呢再次送入儲藏室。儲藏室裡溫暖潮濕，這有利於奶酪中的霉菌活動。質檢員會隨機檢查發酵情況，一般經過3天左右，就需要把它們轉移到冷藏室中。在這裡，每一塊奶酪都要被扎上百針，這是為了讓氧氣進入奶酪內部，使其長出標誌性的藍色紋理。時間是製作這道美食的關鍵。根據口感的不同，奶酪要在冷藏室待上2到3個月，直到表面發霉變臭。質檢員把洛陽鏟插入奶酪，
輕輕轉動就可以把內部的奶酪帶出來。通過氣味和口感來判斷奶酪是否發酵完成。2個月的藍紋奶酪還比較柔軟，味道呢類似3天沒洗的臭襪子，一般人都比較容易接受。放置3個月的奶酪就已經變得很硬了，內部的藍色紋理清晰可見，味道呢也臭得很正宗。記者忍不住嘗了嘗。成熟的藍紋奶酪是高檔餐廳必不可少的美食，吃面的時候來上一點，臭烘的得勁兒。這是一種用腳踩出來的酒，好不好喝全憑腳法。這個印度家庭作坊仍然使用古法釀酒工藝，生產過程呢一言難盡，竟然還需要螞蟻的幫助。這種酒呢就是腰果酒，也叫芬尼酒，不是很乾淨，但是很香。每到腰果成熟的季節，他們每天都會去撿掉落的腰果，收集完成後需要一個個的取出種子。這種生腰果可以賣給工廠進行烘烤加工，就成了我們平時吃到的乾果。剩下的果肉呢就用來制作腰果酒。第一步榨汁，這是個體力活，需要家庭中的男性完成。大叔穿上裹满泥漿的靴子，站在裡面就是一頓猛踩，看似雜亂無章，其實是他的獨特腳法。他的腳步又快又密，保證每一顆腰果都能充分享受到足底按摩。雨靴上的泥巴很快就被果汁洗得干干淨淨，就這樣一攪一攪，果汁混合的泥水以及汗水流進了容器裡。之前他們也嘗試過用其他方式榨汁，但最終發現還是用腳踩的好喝。其實呢現在好多了，之前都是光腳踩，據說呢會有一種獨特的風味。為了盡可能的榨乾果汁，他們還會把果肉堆積在一起，用繩子綁起來，然後在上面壓上幾塊石頭，就這樣靜止一夜，擠出最後一滴果汁。剩餘的果肉殘渣就會拿去餵牛。收集到的果汁要先用紗布過了一遍，去掉大塊的果肉雜質，然後呢將果汁靜置發酵2-3天，直到發黃冒泡。接着呢就到了最重要的一步，蒸餾。把发酵好的果汁倒入鍋中，鍋上面再套上一個桶，隨後呢用泥巴封口。這些泥巴也不是普通的泥巴，而是來自附近的螞蟻窩。這些泥土呢粘度大，有很好的密封性。接下來就是加熱蒸餾，這一罐大約要持續加熱8個小時。蒸汽通過管道進入裝滿水的水箱，冷卻後的蒸汽就成了酒。不過現在的酒精含量還比較低，他們會將其重新倒入鍋中，然後再蒸餾7個小時。就這樣經過多次蒸餾，就得到了腰果酒。腰果酒的酒精含量大約在 40% 左右。他們還會通過觀察酒花來判斷腰果酒的品質。如果氣泡很大，並且可以快速散開，就說明這次釀制的非常成功。這種酒呢在印度十分受歡迎，他們認為只有這種用腳踩出來的酒才是最好喝的，乾淨又衛生啊。大叔每次開車必須要帶上一包白色粉末，等紅綠燈就趕緊拿出來舔2口，說這東西能救命。吃飯時大叔只是喝了1碗湯，所有人都不可思議地看着他，因為他往湯裡加了滿滿1勺的白色粉末，米飯上也加了2勺，吃得津津有味。酒足飯飽喝點水，水裡竟然也加了1勺。話說這到底是啥味道呢？大叔表示非常美味，同事決定嘗一下，一口下去差點被送走，才知道這粉末原來是味精。同事覺得他有病，怎麼會有人喜歡喝味精水呢？大叔一臉傲嬌，說那是38年前的一個夜晚，自己喝醉後原本想去廚房弄一杯糖水，結果迷迷糊糊中錯把味精當成了白糖，沒想到卻打開了味覺新世界，徹底愛上了這種味道，每天都要吃200克，38年來一共吃掉2774公斤。大叔說自己不僅沒事，反而還更有精神了，味精甚至還救了自己的命。此話怎講？原來他患有一種叫做布爾格氏的罕見疾病，為了控制病情，他不得不截肢了手指。很多得這個病的人過不了多久就會死，而自己20年來卻沒有事。他認為是味精救了自己，控制了病情惡化，但真的是這樣嗎？醫生給出了不同的說法，檢查發現他得了嚴重胃病，由於味精的大量攝入，還導致了糖尿病。也就是說，味精對他的病情不僅沒幫助，反而還加重了，所以他必須停止吃味精，要相信科學。大叔表示，那這樣自己的快樂就沒有了。不過為了健康，自己會慢慢戒掉味精，那就讓我們祝大叔早日康復吧。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。他把風油精涂在眼睛上，一天就要用掉1瓶，邊塗還邊笑，說塗完神清氣爽。大叔隨身都帶着2瓶，家裡到處都是風油精，看電視的時候塗，開車的時候塗，半夜也要塗1次。最急的人是他老婆，怕他塗死了，而他自己卻說自己根本離不開風油精。這又是為啥？他也不解釋啊，反而變本加厲，覺得塗眼睛上不過癮了，直接用風油精洗臉，看樣子也不錯，洗完精神抖擻。那他到底為啥要塗風油精？真的是奇怪。周围人也是看得一臉懵逼，真的不會疼嗎？旁邊的大叔決定試一試。結果直呼辣眼睛。這時他終於說出了塗風油精的原因。原來大叔之前眼睛受了傷，什麼都看不清，偶然用了1次風油精，竟然能看清楚了。從那之後就離不開風油精了。但風油精真的有那麼神奇的功效嗎？醫生猜測，在風油精的刺激下，大叔眼淚分泌旺盛，使得眼睛非常濕潤，這可能是幫他看清楚的原因。但風油精對眼睛有非常大的傷害。經過檢查，大叔的眼角膜確實受到了嚴重損傷，風油精沒能治癒他，反而加重了病情，必須立即停止使用風油精，還給大叔拿了專門治
治療眼睛的藥物，所以說有病就要对症下藥，不要相信偏方。和他比起來，下面这位尼姑更奇葩，她把洗衣液涂满全身，每天都要涂好几次，一天就要用掉3瓶，诵经累了就要往身上涂洗衣液，外面散步的时候要涂一涂，工作时也要涂，总之不允许身上有干燥的地方，就连洗澡都是用洗衣液，先往盆里倒入满满1瓶，蹲在盆里就洗了起来，洗衣液直接成了他的沐浴露，家里还存了上百箱的洗衣液。然而这仅仅只是1个月的量，他1年内用掉的洗衣液足够別人洗17年的衣服。更奇葩的是，他洗衣服呢卻從來不用洗衣液，還說用洗衣液洗衣服就是浪費。節目組很擔心他，而他自己卻說正是洗衣液救了他的命，這又是為啥？原來啊，去年他遭遇了入室搶劫，受了嚴重的外傷，雖然恢復了健康，但皮膚依然瘙癢不斷，有天實在痛到無法忍受，莫名其妙塗了一點洗衣液，沒想到皮膚一下就不癢了，還治好了自己的腳氣，從此就一直使用洗衣液了。節目組還是擔心他的健康，帶他來到醫院檢查，醫生說傷口癒合的時候癢一點是正常的，但由於洗衣液的刺激，他的皮膚變得很乾燥，還得了皮炎，必須停止使用洗衣液。他也很聽話，回家就把洗衣液都丟了，用上了正規的護膚品。和他一樣有奇怪癖好的還有下面這位奶奶，她把凡士林塗在眼睛上，每天用1盒，已經這樣做了30年，塗完還要做眼部運動，耳朵後面脖子上也不能少，再挖上一大勺塗在膝蓋上，說可以治感冒，腳上也不能少，據說治腳氣一絕，肚子疼呢就塗在肚臍眼裡，手上有傷口也可以用，還說能加快傷口癒合。凡士林在他這裡可以說是包治百病，一天就要塗3次，家裡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凡士林。醫生說雖然凡士林有滋潤皮膚的效果，但是要適量。奶奶呢卻什麼話都聽不進去，因為她認為自己親身體驗過凡士林的神奇效果。奶奶出門可以不帶錢包，但不能不帶凡士林。來到公園就開始鍛鍊，爬上爬下，看起來身體確實很靈活。這還沒完，奶奶還展示了自己的絕活劈叉。要知道奶奶今年已經80了，然而她的迷惑行為還不止這些，晚上睡覺前會拿2個木棍在身上來回敲打，說可以疏通經脈。為了健康，她把大部分時間都拿來鍛鍊身體。那她現在情況如何？醫生檢查過後說奶奶的眼睛出現了角膜發炎，不能再往眼睛上塗凡士林了。凡士林帶給奶奶的只是一種心理安慰，對健康並沒有什麼好處，運動才是她保持健康的最大原因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大家只要看到別人摸肚子，他就會打嗝。看到電視上有人摸肚子，也會止不住的打嗝，然而摸自己肚子卻沒有任何反應。節目組覺得大姐是故意的，大姐一口否認，還說自己吃得很健康，也不喜歡喝可樂等容易打嗝的東西。問題是她在餐廳工作，顧客酒足飯飽後都會摸一下肚子，這使得她打嗝不斷，有一次還吐到了鍋裡，顧客一下子都不餓了。後來顧客都知道了她這種怪癖，還開玩笑似的當她面摸肚子。她去過很多醫院，都沒有查出任何毛病，醫生都以為大姐在開玩笑。沒辦法，大姐還嘗試每天吃消化藥，也沒有任何改善。節目組抱着一絲希望，帶她來到大醫院進行了更徹底的檢查，還是沒有發現任何問題。那現在8成就是心理問題了。經過長時間的溝通，原來啊，這個情況是5年前開始的。有一次呢，丈夫肚子痛，她幫丈夫按摩肚子，按着按着吧，自己就情不自禁的打嗝。丈夫看到大姐不停的打嗝，肚子立馬就不疼了，但大姐卻變成了這樣。醫生說，按摩過程中碰巧打嗝，丈夫肚子也碰巧好了，這讓大姐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心理暗示，反正問題不大，以後不要太在意打嗝這件事，慢慢就會變正常。然而下面這個大爺打嗝更嚴重，她一天24小時不停的打嗝，即使憋氣憋到窒息都沒有用，根本停不下來，晚上都沒辦法睡覺。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6年，頭髮都掉光了，她得了高血壓，甚至暴瘦了22斤。她嘗試了很多方法，比如抬着頭後仰，躺着喝水，一直吃檸檬，都無濟於事。有時候實在忍不了了，她會拿出一根木棍捅到喉嚨裡催吐，這樣會讓她好受一些。去過很多醫院，也沒有找到具體原因。大叔說這種情況是6年前開始的，當時母親剛去世，自己受到了很大打擊，甚至患上了抑鬱症，打嗝就從那時開始了。為了幫助她，大家帶她來到大醫院，經過內窺鏡仔細檢查，除了有一點胃炎外，看起來確實沒什麼問題。然後又推她去照 CT， 片子呢看了半天，終於發現了問題，腦膜中有一部分變得很大，壓迫到了中樞神經，進而刺激到了橫膈膜，才使得橫膈膜異常收縮，導致不斷打嗝。變大的這一部分，醫生猜測可能是腫瘤之類的，但應該是良性的，有一種藥物可以抑制它的生長。大叔的病是可以治好的。聽到這個消息，大叔激動地哭了起來。1個月後，大叔向節目組打來電話，說自己已經6天沒有打嗝了，解決了大叔的問題。下面這個大叔又遇到了同樣的問題，大叔一天要喝20瓶可樂，一口氣就能幹1瓶，家裡擺滿了各種可樂。然而喝可樂的原因竟然是為了治療打嗝。大叔飽受打嗝困擾8年了，隨時隨地都會打嗝，一旦開始就不會停止，必須要喝可樂，打嗝才會停止。但過不了多長時間又會重新打嗝，他必須不停地喝可樂，就連吃飯都沒辦法正常吞嚥，剛吃2口就要去廁所吐掉，營養不良，暴瘦了幾十斤。大叔嘗試了很多方法，妻子會趁他不注意猛拍後背，捏鼻子憋氣，還嘗試過喝醋。一番測試下來，結果
看來沒什麼用。大叔還聽說過一個偏方，說喝尿很管用，於是大叔決定 그냥 생각만 하고 말았어요. 번복하더라고요. 大叔幹活時打嗝又開始了，身邊沒有可樂，只能把玉米杆捅進喉嚨，利用催吐來止嗝。晚上睡覺，大叔也要準備一個癢癢撓，打嗝的時候就要把它塞進嘴裡，效果不明顯的話，他會強迫自己喝高度白酒，靠着酒精的麻醉才能睡覺。來醫院做了各項檢查，沒有任何問題，醫生認為是心理問題導致的。這時大叔也說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來8年前，大叔和別人有過糾紛，當時鬧得很厲害，大叔一氣之下怒火攻心，突然就開始打嗝了。最後在心理醫生的幫助下，大叔終於恢復了正常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每到凌晨3點50分，手機都會準時響起，而且手機會自己接聽電話。電話那頭一個女生一直重複說着我愛你。更奇怪的是，沒有任何通話記錄。剛開始呢，以為是手機有毛病，維修人員看了半天，卻說一切正常，這很不科學。而且手機號是自己新辦理的，除了家人，沒人知道。他們還說之前做過噩夢，夢裡的人說要把她帶走。現在聯想起來越想越怕，甚至得了恐慌症，渾身哆嗦，要吃藥才能入睡。這詭異的現象每天上演。大叔說感覺是被什麼東西纏上了，好像是鬼的惡作劇。節目組安裝了攝像機，第二天查看錄像，手機依舊自動接聽，電話那邊還是重複一句我愛你，依舊沒有通話記錄。工作人員也覺得不可思議，突然發現手機上方一直有鬧鐘的標誌，點開一看，設置的時間就是3點50。大叔皺着眉頭一臉無辜，我不記得定過鬧鐘啊，但就算是鬧鐘的聲音也不應該是女生啊。工作人員點開鬧鐘鈴聲一聽，就是一直重複我愛你的女生語音，而且是錄制的通話聲音。工作人員認為這聲音就是大叔和妻子通話時錄下來的，聲音就是妻子的，因為錄制的聲音會發生變化，所以沒有聽出來，一切都是誤操作而已。下面小哥也遇到了類似的情況，每次經過這個天橋，他的車就會無緣無故的鳴笛，雙手根本沒按喇叭，來回多次驗證，每一次都鳴笛。晚上經過這裡，喇叭聲音還變得更大，然而其他車輛並沒有出現這種現象，這種情況只發生在小哥身上，這讓他感到害怕。有人說之前一對小情侶在天橋上吵架，男的錯手把女的推下了天橋，正好被一輛卡車撞到，當場死亡。撞人的就是這種貨車。聽完這句話，小哥當場就快嚇尿了。他的貨車就是剛買的二手車，買的時候很便宜，他還以為撿了個大漏，該不會撞死人的車就是這一輛吧？沒辦法，節目組找來專家認為是喇叭本身問題，換上了一套全新原廠喇叭後，再次開車經過這裡，喇叭還是響了起來。這就很奇怪了。他現在非常尷尬，前面堵車，正好停在天橋下面，喇叭一直響個不停，別人都以為他是傻子。專家又研究了半天，發現喇叭開關很靈敏，一些細微的電信號都會導致喇叭電路接通，初步推測可能是附近無線電干擾導致的。而且發現天橋上有類似避雷針的無線電裝置，用專業儀器測量，果然發現了很強的無線電信號，也就是這個信號導致了汽車鳴笛。那現在要做的就很簡單了，改裝整個喇叭系統就好了，解決了小哥的問題。下面這個大叔的車又遇到了新問題，每次開車經過這個收費站，導航就會離奇失靈，觸屏一點反應沒有，但是經過其他收費站卻一切正常，而且在對向車道經過這個收費站，導航工作很正常。大叔說回老家都是走這個高速，每次都會出現這種情況，持續了好幾年，好像有什麼東西試圖阻止他上高速。而且據他了解，這個收費站之前就是一片墓地越想越害怕，那會不會是這個車型的設計缺陷？節目組找來同款車型測試，開車經過這個收費站一切正常，專家猜測可能是收費站的無線電信號干擾到了導航，隨後用設備檢查附近的無線電信號，沒有任何發現，接着檢查了導航，也沒有任何問題。經過了解，大叔每次過收費站後都是直接右轉，專家決定這次在經過收費站後選擇直行的方向看看有什麼反應，沒想到直行後導航正常了。這時專家看到遠處的指示牌，瞬間恍然大悟，直接讓大叔升級導航系統，系統更新完再次經過收費站，果然就正常了。专家這时也給出了解釋，原來導航沒升級之前只能識別25個字，然而要去的地方路標指示牌上超過了25個字，導致導航無法識別，崩潰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他把鞋油塗在臉上，連續10年，每天都要塗1盒，10年來沒洗過臉，除了眼睛和嘴巴，臉上都被厚厚的鞋油覆蓋。鞋油乾裂後令他疼痛難忍，即使這樣，他依舊每天塗抹鞋油，從1天塗抹1次，直到後來的1天塗1盒，邊塗還邊笑。問他為什麼要這樣，他就什麼都不說，緊張的環顧四周，焦急的等待着什麼，又好像在躲避着什麼。隨後跟着一個女人來到衣服回收箱找衣服，說女人是他姐姐，詢問姐姐情況，姐姐卻越來越激動，看着不太聰明的樣子。晚上他們就隨便找個凳子睡覺，此時溫度零下4度，節目組想要幫助他卻被拒絕了。節目組帶他們來到派出所，想確定一下他們的身份，根據指紋找到了他的家庭信息。節目組決定帶他們回家，剛上車一聽說要回家，姐姐立馬暴躁地哭了起來，還讓節目組趕緊放她走。沒辦法，只好原路返回。隨後姐弟倆坐上地鐵，消失在了鏡頭裡。節目組單獨去拜訪了他家裡，父親說他倆智力有缺陷，經常離家出走，曾經多次阻止也無濟於事。為了尋找他們，父親到處張貼尋人啟事，一直
直沒有回音，還以為姐弟倆已經遭遇不測了。節目組想要幫他們團聚，在車站找了好幾天，終於找到了姐弟倆。至於為啥不願意回家，姐姐還是沒有說。節目組給他們提供了一個住的地方，經過長時間的勸說，她決定洗臉了。鞋油成塊的掉落，整整洗了3個小時，終於清洗乾淨，這樣看着正常多了。跟心理醫生交流後才知道，之前有人在地鐵看到智力缺陷的她，就無緣無故的開始毆打，往她臉上塗鞋油，還警告她如果不想挨打就要一直塗鞋油。慢慢的，為了保護自己，她就開始主动往臉上塗鞋油。這時姐姐也說出了離家出走的真正原因。原來姐弟倆還有一個哥哥，哥哥脾氣暴躁，經常對他們拳打腳踢。两人天真的以為只要哥哥看不到他們就不会挨打了，才會不断的離家出走。經過長時間的心理諮詢，姐弟倆終於放下心理包袱，同意回家。一家人終於團聚了，還表示以後不會再離家出走了。